Hello，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本很厉害的书，叫做《专注力的艺术》。这本书的作者是 Dan Cole，他要教我们的其实就是怎么样透过选择这个超能力，拿回你职涯人生的主导权。好，那一开始我想请你先问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可能有点刺耳但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现在走的这条职涯路径，真的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你其实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走上了一条社会或别人帮你铺好的预设道路？如果你常常觉得在工作上，好像卡关了，有点迷惘，甚至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什么意义，跟你说，这种感觉其实是有个名字的，而且它就是现在很多职场工作者感到焦虑的真正原因。这个概念就叫做精神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的大脑就像一艘船，如果这艘船没有船长，没有设定要去哪里，那它就只能在资讯的大海里随波逐流。当你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你的心智就会乱成一团。那最麻烦的是什么？是整个社会的潮流会推着你走，替你决定方向。这句话真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社会就会告诉你你应该要想要什么，而且你还会相信它。你想想，这有多可怕？走上这条路，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变得平庸，完全没办法发挥你真正的潜力。OK，那问题来了，我们要怎么对抗这种混乱呢？根据Dan Cole 的说法，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天生具备一样超级武器，只是我们常常忘了自己有，也忘了该怎么用它。没错，这个终极的超能力就是选择。你看哦，动物是靠本能反应在过活，但我们人类不一样，我们是靠着意识里的资讯在做决策。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有绝对的主动权，可以去选择要让什么样的资讯进到我们脑中，进而塑造我们的世界观跟行动。所以只要你学会好好的运用选择这个能力，你就可以把自己从你职涯这场游戏里的背景人物，也就是 NPC， 直接升级成主导整个游戏的主角，也就是玩家。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个对比真的太经典了。你看左边 NPC， 他就是被动地去反应，被环境控制，被社会的期待绑架。但右边的玩家呢，他是主动选择把挑战当成垫脚石，完全掌握自己的方向。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差别是， NPC 是在被动地承受痛苦，但玩家是主动选择要为了什么样的目标去奋斗，去吃苦。一旦你切换到这种玩家心态，哇，你在职场上的优势会变得非常非常大。你等于是帮自己建立了一个分心防护罩，可以自动把那些工作上的杂讯过滤掉。你会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可以为自己的职涯写下规则。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兴趣变成一个能赚钱的专案，达到那种做更少但成就更多的理想境界。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最精彩、最实用的部分了。这里有一套完整的系统，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把你的职业生涯打造成一场你一定会赢的游戏。第一步很简单，花1天的时间帮自己重新开机。首先，你要定义你的反愿景，也就是静下心来，很具体的写下5年之后你最讨厌、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把这份恐惧变成你的燃料。接着，建立你的愿景最小可行性产品，用一句话来定义你的新身份，像是我是一个会每天写作的人，或是我是一个会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这句话就会是你未来做所有选择时的最高指导原则。好，当你有了清楚的方向之后，下一步就是把你的日常工作给游戏化。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清晰的游戏规则，让你的行动是靠系统在推动，而不是每天都在跟自己脆弱的意志力拔河。我们来看这个游戏框架，这真的太聪明了。它把那种很远大的目标直接拆解成3个等级。最上面是一个为期1年的主线任务，也就是你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目标。
中间呢是每个月的魔王战，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专案，打赢了就可以拿到经验值。最下面就是你每天要做的2到3个关键日常任务。你看这样一拆解，是不是感觉目标瞬间变得超具体、超好执行？最后，系统我们建立好了，那要怎么让它一直运作下去呢？这就要靠一套心智保养系统来确保你每天都在进化。首先，分享一个超级简单但效果好到吓人的小技巧，你就在手机上设定几个随机时间的闹钟。当闹钟响的时候，不管你正在干嘛，都停下来问自己：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主动选的吗？还是我只是在逃避做那些更重要的事？这个动作会把你从无意识的自动驾驶模式中瞬间拉回来。再来，这就是你每天都要跑的核心循环。第一步，填满大脑，也就是透过阅读主动去吸收新知。第二步，清空大脑，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全部写下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使用大脑，每天固定留出2到4个小时，完全不被打扰地进行深度工作，专心去解你的日常任务。所以啊，今天我们聊的这整套方法，它其实不只是一套提升效率的工具，它更像是一份邀请函，邀请你重新把人生的主导权拿回到自己手上。所以在结束之前，我们想留给你这个问题，让你好好地去思考一下，在你人生这场游戏里，规则到底是谁在定的？